我是你老婆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冰糖。2.1前瞻直播终于如期而至，里面的东西真的太多了，多到想做将军大人的狗都要排队呢。那么本期视频就请各位和我一起系统的复盘一下2.1的全部内容吧。首先，新角色一共有4个，联动角色这个就不多说了，白送的。PS 玩家2.1拿，非 PS 玩家2.2拿。剩余的3个角色将会分布在2个卡池内，第一个是雷电将军，第二个是珊瑚宫星海，其中9条会跟着雷电将军一起 up。星海的卡池里面则全部都是旧角色。这里强调一下啊，2.1的卡池就这么2个，没有第3个卡池，没有任何角色的复刻。我在之前也一直给大家辟谣，没有复刻实锤，要等官方的消息。说完了角色卡池，我们再来看看武器卡池。第一个是剃草之道光，第二个是不灭月华，都是所谓的将军专武、星海专武。有兴趣的小伙伴们也可以提前规划一下原石了。好了，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下下个版本中将会开放的新地图和新 BOSS 吧。对于喜欢冒险的我们来说，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在下个版本中将会再开放2个新的岛屿，分别是海奇岛和青睐岛。客观的暂时不会开放，要等后续的版本。其中海奇岛是反抗军的大本营，看到这个宫殿了吗？珊瑚宫，这就是你和星海老婆的婚房啊。而青睐岛则是一个被雷暴所环绕着的岛屿，总体上呢是一个比较阴沉而神秘的氛围。新 BOSS 的话一共有3个，愚人众11执行官之第6系女士，这是一个周本 BOSS， 将会掉落雷电将军他们的天赋材料。而雷音权限和无相之水则是大世界的40体力 BOSS， 他们将会掉落雷电将军、星海以及9条的角色突破材料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下个版本中的各种活动吧。第一个，登录送10连啊，是的，这就等于1600原石了。同时呢，首充双倍也将会在2.1版本进行重置。好耶啊！虽然跟我没什么关系，但是我打心眼里替大家觉得开心，毕竟能帮大家省出来1倍的钱呀。具体的重置时间呢，是在9月1号开服后就重置了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最近有充值的打算的话，尽量在这个版本结束之前就给它充了，别把这个双倍首充给它浪费了。这么看来的话，以后原神的首充重置节点应该就是放在周年庆上面了。第二个，逐月节的主题活动韶光抚月。这个活动主要有2个玩法，一个是大世界逛街找宝箱，另一个是打怪。可以获得的主要奖励有原石、皇冠以及一把满金的大剑咸鱼剑。注意啊，这把剑可是号称大招流角色的专武呀，到时候记得一定要安排一下。第3个活动钓鱼啊，其实这是一个全新的常驻玩法，以后都会一直存在的，只是说新玩法刚出来嘛，给带一个活动。而且它不光可以钓鱼，你还可以在陈歌湖里面养鱼。以后别人要是问起你来，原神是个什么游戏啊，你就可以这样说，哦，原神啊，这个游戏它可以娶老婆，可以种菜，可以烧饭，还可以钓鱼啊，懂了，结婚游戏实锤。那么这个活动里面我们可以获得的主要奖励有原石和一个限定鱼竿，鱼叉是在的啊，因为官方有说，大家不要慌，它应该是在钓鱼系统的兑换商店里面。最后还有2个活动，百人一窥和漂浮密灵，一个打怪一个派遣，除了原石以外呢，就是各种各样的材料了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下个版本中的所有内容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些内容加起来，我们总共可以白嫖多少原石呢？太过详细的我也不算了，好吧，我只以7月份的2.0版本来举个例子。7月份的原石收入为10528，其中冒险奖励的占比排在第1，占了24%，这都要归功于新地图的开放呀。这其实还不算多的，我还见过13000原石收益的玩家。就这还不包括各种粉球和蓝球的原石换算，如果你要把这些再加上，神鹰树这里还有12个球，这还有1920原石呢。这时候肯定有人要出来抬杠了，你怎么能把这个也算进收益里面去呢？为什么不能算进去？这是不是没花钱的东西？是不是白嫖的？是不是2.0版本的内容？那它凭什么不能算进收益里面呢？它只是把原石以另外一种奖励形式发放到你手里呀。那么以2.0为参考标准， 2.0 有新地图， 2.1 有， 2.0 有神像， 2.1 也有， 2.0 有神鹰树， 2.1 说我还是有。虽然 2.1 比 2.0 少开了1个岛，但是它多了一个签到送10连呀，整体上来说呢，半斤8两。所以说在 2.1 版本咋不咋你都能白嫖个1万原石，放心吧您嘞。好了，帮大家做完这期复盘视频呢，这会儿也凌晨3点多了，我整个人都麻了，甚至再过一会儿我还能打个每日委托再睡。所以说不看功劳也要看苦劳呀，一定要点个关注加3连呀。なんで会長は見舞いに来てくれないのかしら。私が倒れたとなれば何を置いても看病に駆けつけるべきなんじゃ。まあ選挙の後片付けが。私を生徒会に入れるつもりはないんじゃ。